下，我们前面曾经提及过，我们地上的人是怎么样与天上的权柄，神在末日进程里面的时刻表是息息相关的。那在揭开第五印的时候，在祭坛底下有为神的道并为耶稣做见证被杀的灵魂，他们向神喊冤，但是神说，你再安息片刻，等到跟你一起做仆人的那些弟兄们像你一样被杀，数目满足了。所以揭开第五印是神要开始带着这个血向这个世界讨公道了。所以是不是需要有殉道士？因为满足了，是不是上帝有筹码？我带了这个血，证明什么？羔羊的血和所见证的道，这是地上信徒的血，他们在见证，因为他们虽然至于死，也不爱惜自己的生命。所以上帝拿着这个血，他可以要夺回这世上他原本就是属于神的权柄。然后在揭开第七印的时候，那时候我们有讲到，这地上的所有的祷告会升到天上，然后跟天上的历世历代圣徒的祷告结合到神的面前，对不对？因为这个香的结合，以至于这个天使在金香坛拿了香坛里面的火，放在他的香炉里面，倒在地上，于是随即有雷轰、大声、闪电、地震。那时候我们有说，这是代表神荣耀的临在，神的同在。所以这个开启了第三层天的降临。所以第七印揭开了以后，是不是耶稣已经完全揭开七印了，已经得到地上的合法权了？所以上帝可以要开始启动第三层天降临到与人同住的这个模式了。那这个模式就带出了7号的灾难，因为神要开始整顿被撒旦破坏的世界，为神的帐幕在人间的场所做预备。也就是说，神要开始复仇者计划。这是揭开第七印的时候。然后七印之后有7号，现在是第5号。第5号是因为有一批虽然会死，但是面对死我也情愿我也甘心的这批得胜者，他们参与了灵界的征战，所以终结了撒旦第二层天的势力，带出了地上敌基督的世代，迈向千禧年的国度。其实我们可以看见信徒所流的血，信徒的祷告，信徒的忠贞，它都是与神同工的，都是被神纪念的，都是被神所保存的，每一个都是宝。而这个所累积起来的每一个物件，或者说是每一个材料，都是神在末日的环节中有它关键性的角色。所以我们真是不要小看我们在这地上，我们是参与末日进程时刻表的。我们并不是可有可无的活在地上，我们更不是活在地上就好了，活在地上活着就好了，而是什么？有非常重要，把神的帐幕带到人间的这个过程里面，我们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。黑暗中他赐下光芒，他的话语像暖阳，生命之路有